我在台湾辞职带娃，老公承诺每月5000，我省吃俭用，把钱都花在了家庭。婆婆住了2天，就向老公告状，她天天闲着，钱都不知道花哪了。老公深夜把我叫醒，眼底一片冰冷，钱呢？你是不是私藏了？我看着他，突然明白了这桩婚姻的底色。那5000块钱成了击垮我尊严的凶器。嘿，朋友，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等咖啡，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别着急划走。今天的一页故事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那我们故事开始。午夜的卧室，空气凝固得像一块陈年旧冰，窗帘密不透光，只有手机充电的幽微绿光映在陈峰毫无温度的脸上。他坐在床边，像一尊审判我的雕像，周身散发着寒气。钱呢？他开口，声音嘶哑，带着刚被尼古丁浸泡过的粗粝。我刚被他从浅眠中摇醒，大脑还混沌着，心脏却已经因为他这句问话而猛地一沉。什么钱？别装傻。陈峰的眼神像刀子，直戳我心。妈说你天天闲着，钱都花哪了？他重复着婆婆李秀兰的话，每一个字都咬得极重，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审判。我身体瞬间僵硬，一股凉意从脊椎骨窜上头顶。我努力压制住喉咙里的颤抖，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5000块都花在家里了，奶粉1罐400多，一个月至少3罐，尿不湿1天7、8片，一个月下来也要500。孩子的辅食、米粉、果泥、肉松，哪样不要钱？还有水电煤气、物业费、宽频费。上周孩子早教班试听课交了300定金，你忘了？我妈怕我辛苦，偶尔过来送菜，我不想占她便宜，每次都把钱塞给她，这也都算在这5000块里。我一条条的数着，每一笔都是这个家的脉搏，是我日夜操劳的证明。别跟我说这些。陈峰粗暴地打断我，脸上浮起一层极不耐烦的薄霜。他冷笑一声，那笑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账本呢？拿出来我看看。5000块能花到1分不剩。他眼神里的轻蔑，像一把淬了毒的匕首，精准地扎进我最柔软的地方。那眼神明晃晃地写着，你就是个骗子。就在这时，吱呀一声，卧室门被推开一道缝，婆婆李秀兰的头探了进来，花白的头发在黑暗中有些凌乱，一双精明的眼睛里闪烁着胜利者才有的嘲讽。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她声音不大，却字字诛心。她就是心虚，肯定把钱藏起来了，不然怎么可能拿不出账本？我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前所未有的屈辱感像潮水般将我淹没。这5000块钱是我辞职后陈峰承诺的工资，是我作为全职妈妈的全部价值体现。我用它支撑起这个家，却没想到它如今成了指控我的罪证。我猛地掀开被子，赤着脚冲下床，地板的冰冷刺得我一个激灵。我冲进书房，打开书桌最下面的抽屉，颤抖着拿出那个粉色封皮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是我用不同颜色的笔记录下的每一笔开销，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哪天买了什么牌子的优酪乳，哪天交了多少燃气费，甚至哪天给孩子买了根磨牙棒，都清清楚楚。我把它狠狠拍在陈峰面前的桌子上，发出啪的一声闷响。你看，我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发颤。陈峰拿起账本，随意地翻了几页，眉头越皱越紧。他的手指划过那些数字，脸上没有一丝动容，只有愈发浓重的不耐。最后，他啪的一声将账本扔回桌上，那声音比我刚才的更响，更决绝。这些小账本有什么用？
谁知道是不是你为了应付我，随便编的。我只知道，我妈说的对，5000块钱，怎么可能花得这么快？婆婆立刻跟上，像个完美的捧哏。就是，我看她就是大手大脚惯了，结婚前就不是个省心的，或者背着我们偷偷补贴娘家了，不然钱能去哪？补贴娘家，这4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在我的心上。我看着他们一唱一和，一个扮演冷酷的法官，一个扮演恶毒的证人，而我就是那个百口莫辩的罪犯。一股滔天的怒火在我胸中翻涌，但更多的是无力与绝望，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又干又紧，一个字都说不出来。隔壁房间，2岁的女儿悠悠被争吵声惊醒，发出了委屈又害怕的哭声。哇，妈妈，妈妈！孩子的哭声像一把锥子，刺破了这场荒唐的审判，也刺穿了我最后一道防线。我心如刀绞，这就是我的婚姻，我的家，一个我倾尽所有去维护，却最终将我视为窃贼的地方。我没有再看那对母子一眼，转身冲进女儿的房间，紧紧抱住哭泣的孩子，脸埋在女儿柔软的头发里，滚烫的泪水终于无声地滑落，心在那一刻碎成了齑粉。第二天一早，天色灰蒙蒙的，像是被昨夜的阴霾浸透了。餐桌上的气氛比天气还要压抑。我给女儿悠悠喂着米糊，眼睑因为一夜未眠而又重又涩。婆婆李秀兰清了清嗓子，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像是在宣布一项重大决策。我决定了，以后这个家的钱，我来管。她的目光扫过我和陈峰，最后落在我身上，带着居高临下的审视。小婉，你把那张生活费的卡给我，以后家里需要买什么，你列个单子，跟我说，我来买。我喂辅食的勺子在半空中停住了，心脏的位置传来一阵紧缩的钝痛。我抬头看向陈峰，他正埋头喝着粥，滚烫的粥冒着热气，却暖不了他脸上的冷漠。他察觉到我的视线，终于抬起头，眼神却飘忽不定，就是不与我对视。妈也是为了我们家好。他含糊的帮腔，声音低得像蚊子哼。你平时花钱，确实没个计划，没个计划。我几乎要笑出声来，胸口堵着的那股气，不上不下。我没计划，这个家早就乱套了。我没计划，悠悠的奶粉会自动出现在柜子里，家里的水电费会自动缴清。我紧紧攥着拳头，指甲深深陷进掌心，试图用疼痛来维持最后一丝理智。在这个家里，我不仅是保姆，是育儿师，还是财务规划师。现在，他们要剥夺我唯一的职权，将我彻底贬为一个只需动手的工具人，一个彻头彻尾的外人。我不同意，我一字一句地说，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我试图做最后的挣扎，再次列举近期的特殊开销。上个月悠悠肠胃炎，去医院花了快1000，医保报完还自费了400多。她现在喝的这款奶粉，上个月涨了20块一罐。前几天家里的热水壶坏了，我买了个新的，200多。这些都是账本上有的，你们喂食膜就是不信。婆婆嗤的一声笑了出来，满脸不屑。孩子生病吃药能花多少？几百块钱的事，你说的像天塌下来一样。奶粉涨价，涨价了你不会买便宜点的吗？那么多牌子，非要喝最贵的。我看你就是不会过日子，净挑好的买。一个热水壶200多，你当家里的钱是大风刮来的？楼下超市几十块的不能用吗？他的话像一把淬了毒的飞刀，刀刀扎在我心上。我为了让悠悠喝上放心奶粉，
研究了多少测评，对比了多少配方。我为了不让孩子烫到，特意买了恒温吊奶的热水壶。我所有的精打细算，所有的为这个家好的心思，在他嘴里都成了不会过日子的罪状。就在这时，我突然想起前几天我妈来看悠悠，临走时偷偷塞给我500块钱，让我给孩子买点好吃的，别太省了。我当时只觉得心酸，推辞不掉，只好收下。现在想来，这笔钱若是被他们知道，恐怕就是我补贴娘家的铁证了。我再次看向陈峰，那个我曾经以为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我希望他能为我说一句公道话，哪怕只是一句。他却始终低着头，用力地扒拉着碗里的白粥，仿佛要把自己埋进去，仿佛餐桌上的这场风暴与他毫无关系。一股彻骨的寒意从脚底直窜头顶。这已经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了，这是对我整个人格的全面否定，是对我所有付出的彻底抹杀，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权力掠夺。下午，我带着悠悠去附近的超市，我想给孩子买他最爱吃的鳕鱼肠和几盒新的果泥。结账时，我拿出那张每月5000块的生活费卡，刷卡机却提示余额不足。我愣住了，让收银员又试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样。我登录手机银行查询，卡里只剩下孤零零的230块7毛，连给孩子买几包零食的钱都不够。我立刻打电话给陈峰，电话那头是他不耐烦的声音：又怎么了？卡里的钱呢？我的声音在发抖。哦，我上午转到我妈卡上了，以后家里的开销都归她管。你需要什么？找她要去。她的语气轻描淡写，仿佛在说一件今天天气不错的小事。我站在人来人往的超市货架前，悠悠坐在购物车里，伸出小手，指着货架上的草莓绒豆，奶声奶气地说：妈妈，豆豆。我看着女儿渴望的眼神，再看看手机上那个刺眼的余额，泪水瞬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在这场名为家庭的战争里，关于钱的这第一场战役，输得一败涂地，连最后的主动权都丧失了。我彻底成了一个需要伸手乞讨才能养活自己孩子的可怜虫。信任崩塌的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那天晚上，悠悠突然发起高烧，小脸烧得通红，身体滚烫，呼吸急促，整个人蔫蔫地靠在我怀里。我量了体温，39度2。我心急如焚，立刻抱起孩子，拿上早就准备好的待产包，里面有病历卡、医保卡、几片退热贴和换洗衣物。我冲进卧室，陈峰正戴着耳机打游戏，荧幕上的火光映得他脸上一片狂热。陈峰，悠悠发高烧，要去医院。我声音急切。他摘下一只耳机，不耐烦地皱眉，多喝点水，物理降温一下不就行了？大半夜的折腾什么？39度多了，要去急诊。我几乎是在吼他，他这才意识到严重性，不情愿地站起来，去医院要钱。你快给我点钱。我摊开手，他却支支吾吾起来，眼神躲闪。钱不都在我妈那儿吗？现在太晚了，我总不能去敲她的门吧？你先用你的卡垫着，明天我再跟妈要。我的卡，我的私房钱，那是我结婚前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一直没舍得动的最后一点底气。一股巨大的悲凉瞬间将我淹没。在孩子生病的紧急关头，这个名义上的父亲，这个家的顶梁柱，第一反应竟然是让我用自己的钱去垫付。原来我依然只能依靠我自己。来不及多想，我从衣柜深处摸出那张被我藏起来的银行卡，抱着孩子冲出了家门。深夜的急诊室里，人满为患，充斥着孩子的哭声和家长的焦虑。我一个人抱着悠悠，挂号、排队、候诊、
做检查。怀里的女儿烧得迷迷糊糊，不停地哼唧着要妈妈。我感觉自己的胳膊都快断了，心也跟着揪成一团。医生检查后，表情严肃，建议住院观察，怀疑是急性喉炎，有呼吸困难的风险。住院费、检查费加起来需要预交5000。我再次打电话给陈峰，告诉他需要交住院费。电话那头，他非但没有关心孩子的病情，反而先是劈头盖脸一顿责怪：你怎么带孩子的？怎么又病了？这才几天啊！住院？至于吗？医生就是喜欢小题大做，这点钱你都搞不定，你不是有私房钱吗？我还没来得及反驳，电话就被婆婆李秀兰抢了过去。她尖锐的声音像锥子一样刺进我的耳朵：林婉，你是不是疯了？就知道花钱，一点小感冒发烧就要住院，你是不是想趁机骗我们家的钱啊？我告诉你，我们家没钱给你这魔糟蹋，你要住院，就用你自己的钱。嘟嘟嘟，电话被无情地挂断。我抱着高烧不退、呼吸都有些困难的女儿，站在缴费窗口前，听着手机里的忙音，泪水终于夺眶而出。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他们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我，也从来没有真正爱过我和我的孩子。在他们眼里，我和悠悠只是2个不断消耗他们金钱的无底洞。我用我婚前的积蓄办了住院手续。孩子住院的3天里，陈峰和婆婆只在第2天下午来探望过一次。婆婆拎着一袋子橘子，进门就数落我：这病房1天多少钱啊？太浪费了。医生说要喝奶，我看喝点米汤就行了，养胃还省钱。陈峰则全程低头玩手机，偶尔附和2句妈说的对。他们待了不到半小时就走了，仿佛只是来完成一项不得不做的任务。临床的阿姨看不下去，悄悄问我：姑娘，孩子爸爸怎么回事啊？家里就你一个人忙活？我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说他工作忙，心里却是一片荒芜的沙漠。出院那天，我拿着一沓厚厚的缴费单，再次找陈峰要钱。他推3阻4，一会儿说公司最近效益不好，一会儿说他妈最近手头也紧。最后，在我的坚持下，他极不情愿地转给了我2000块钱，连总费用的一半都不到。转账的时候，他还反复叮嘱我，剩下的钱你省着点花儿，别又乱买了。我拿着手机，看着那笔施舍来的转账，没有说一个字。走出医院大门，午后的阳光刺得我眼睛生疼。我抱着怀里病愈的女儿，突然觉得这个世界都那么陌生。我在这段婚姻里，已经彻底失去了自我，甚至连保障孩子健康的基本能力，都在被他们一点点剥夺。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的女儿，不能在一个如此冷漠、毫无亲情的环境里长大。孩子出院后，家里多了一个不速之客，一个黑色的小小的摄像头，被安装在客厅的吊顶角落，正对着客厅、餐厅和厨房的主要活动区域，像一只冷冰冰的眼睛，24小时监视着我。我发现他的那天，正在给悠悠喂饭，一抬头，就对上了那个闪着微弱红光的镜头。我的心猛地一沉。晚上，我等陈峰回家，指着那个东西问他这是什么。他眼神闪烁，支支吾吾地解释：哦，这个啊，是为了防盗，最近社区治安不太好。防盗？防哪个贼会把摄像头装在屋里，对着自己家人？这个谎言拙劣到可笑。婆婆李秀兰很快就让我明白了这只眼睛的真正用途。她开始对我的一举一动进行即时监控和远程指导。我刚把排骨焯了水准备炖汤，她的电话就打到了陈峰手机上，然后陈峰再来传达圣旨，
妈说排骨太油了，给孩子吃点清淡的。我给悠悠削了个苹果，还没喂到孩子嘴里，家庭群里就弹出了婆婆发的消息，配上了一张不知何时截的图，某人又在给孩子吃零食了。正餐还怎么吃？一点都不心疼孩子他爸赚钱辛苦。甚至有一次，我上厕所时间稍长了一点，出来就看到陈峰黑住脸坐在沙发上，你去干嘛了？半天不出来，孩子一个人在客厅多危险。我瞬间明白了，这个摄像头根本不是防盗，是给我装的电子镣铐，是为了监视我，是为了抓住我每一丝乱花钱、带不好孩子的把柄。我成了一个被全天候监控的囚犯，这个家就是我的牢笼。愤怒过后，是前所未有的清醒。既然你们要看，那我就演给你们看。我开始悄悄改变我的习惯，我不再用那个粉色的本子记账了，我将每一笔开销都用手机拍照记录下来，无论是超市的小票，还是菜市场的付款码截图，全部归类整理，备份到云端。每买一样东西，我都会把价格标签和小票一起拍下来，形成完整的证据。我还发现，他们监视我，却忘了监视他们自己。那个摄像头同样记录下了他们不在我面前时的另一副嘴脸。我学会了如何从路由器后台下载监控录影。在悠悠睡住的深夜，我戴上耳机，一遍遍地回看那些视频。我看到，我带孩子出门后，婆婆立刻从自己房间拿出藏着的零食，坐在沙发上一边吃一边看电视。我看到，陈峰下班回家，婆婆立刻迎上去，低声跟他告我的状，说我今天又偷懒了，下午让孩子看了半小时动画片。最让我如坠冰窟的，是我无意中听到的一段他们母子在卧室里的密谋。那天我借口去楼下扔垃圾，其实是把手机开着录音，放在了客厅沙发的靠垫缝里。回来后，我听到了这样一段对话，是婆婆的声音，压得很低，但充满算计。儿子，你那个卡里的钱，得抓紧点转出来。我看林婉最近不对劲，万一他哪天想通了要离婚，这钱可就算夫妻共同财产，要被他分走一半的。陈峰的声音带着一丝犹豫，妈，不至于吧？什么不至于？你就是太天真。女人心，海底针，防人之心不可无。听妈的。没错，先把钱抓紧了，免得以后人财两空。人财两空这4个字，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我的心上，彻底击碎了我对这段婚姻仅存的最后一丝幻想。原来，在他们眼里，我早已不是家人，而是一个潜在的敌人，一个随时可能分割他们财产的威胁。他们不是不信任我花钱，他们是根本就不想让我拥有任何属于我自己的东西，甚至不想让我在法律上拥有应得的权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清醒。我关掉录音，删除了手机上的播放记录。我打开电脑，开始搜索婚姻法、离婚财产分割、全职太太权益保障这些关键字。我在一个法律咨询网站上匿名发布了我的情况，很快就有律师给了我初步的建议。我还偷偷联系了之前公司的老同事，那个曾经带我的总监，旁敲侧击地打听现在市场行业的动态，询问像我这样脱离职场3年的人重新开始的可能性。我必须自救，为了悠悠，也为了我自己。这场战争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尊严，更是为了生存和自由。我不再争辩，不再解释，甚至不再流露出一丝一毫的负面情绪。在陈峰和李秀兰眼里，我仿佛变回了那个逆来顺受、温顺听话的林婉。婆婆让我少放油，我就做一桌子寡淡无味的白水煮菜。陈峰嫌我买的纸巾太贵，我就换成最粗糙的打折款。他们以为自己彻底掌控了我，
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得意。他们不知道，在平静的表象之下，我内心那座名为自救的精密机器已经开始全速运转。我开始将每个月的家庭开销用一个专业的记账软体分为家庭必需品、育儿必需品、非必需品和陈峰个人支出、李秀兰个人支出5大类。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陈峰以各种名目，从他工资卡，也就是我们名义上的家庭账户里，悄悄转走了不少钱。同学结婚份子钱3000，公司聚餐 AA 制1500，跟朋友合伙搞个小投资10000。我利用孩子睡着的时间，带上防窥膜，偷偷登录陈峰的手机银行，将每一笔不合理的支出都截图保存，并详细记录了转账时间、金额和收款方。我发现，他转给婆婆李秀兰的那些钱，备注是妈，零花钱，每个月都有，金额从2000到5000不等，远超他施舍给我那5000块的生活费。而这位对外宣称自己没钱养老，全靠儿子的婆婆，银行卡里躺着一笔数额不小的存款。我把所有证据分门别类，用加密档存放在云盘里。当家的名字分别是购物小票与实物对比图、银行流水与转账截图、家庭监控视频反派罪证版、关键对话录音。一个完整、闭环、无懈可击的证据链正在我的手中逐渐成型。他们不仅想控制我的钱，更想让我净身出户。最近，婆婆开始旁敲侧击地打听我那笔婚前存款。小婉啊，你以前上班也攒了不少钱吧？放银行里利息多低啊，不如拿出来，让你陈峰去投资，钱生钱多好。陈峰也在一旁附和，是啊老婆，我那朋友的专案可稳了，好多人都投了。我心中冷笑，脸上却露出畏难的表情。哎呀，那点钱早就在这几年零零散碎花的差不多了。你们也知道，悠悠花销大，光靠那5000块哪里够啊？看着他们脸上闪过一丝失望和怀疑，我知道，我必须在他们对我最后的资产动手之前，彻底撕开他们的伪装。我根据网上律师的建议，找了一家风评很好的律师事务所，预约了一位擅长婚姻家庭案件的女律师。我借口带悠悠去一个新开的亲子乐园，把孩子暂时寄放在了朋友家，然后独自一人走进了那栋写字楼。接待我的是一位姓王的律师，40多岁，干练又温柔。我将我的故事，连同我手机里那些密密麻麻的证据，全部展现在他面前。王律师越听，眉头皱得越紧。当他看到我那份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的家庭开销 Excel 表和陈峰那触目惊心的转账记录时，他震惊地抬起头。林女士，你太了不起了，他由衷地赞叹。你收集的这些证据非常充分，逻辑清晰，在法庭上具有极强的证明力。他们一家人的算计简直令人发指。他肯定了我的证据收集工作，并详细地为我分析了离婚的策略、可能争取到的权益，以及如何最大化地保护我和孩子的未来。抚养权方面，你作为全职妈妈，一直亲力亲为照顾孩子，而他们对孩子生病时的冷漠态度，就是最有力的证据。财产方面，他婚后收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有私自转移给他母亲和用于个人挥霍的部分，在分割时你都可以主张多分。1个多小时的咨询，让我醍醐灌顶，也让我充满了力量。走出律师事务所，外面阳光正好，我深深地吸了一口自由的空气，内心前所未有的坚定和平静。我不是要报复，我是要拿回本就属于我的一切，我的钱，我的孩子，我的尊严，和我被偷走的这几年人生。我看着手机里那个名为新生的加密当家，又看了看屏保上女儿天真烂漫的睡颜，
这场仗，我必须赢，而且要赢得漂漂亮亮。在王律师的线上指导下，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我那笔婚前私房钱，通过几个朋友的账户周转，最终转移到了一个用我母亲身份证新开的、绝对安全的银行账户里。这是我的底气，是我打响这场战争的军火库。第二件事，就是赚钱。我联系上了之前公司的总监，他听完我的简述，沉默了许久，然后发来一句：回来吧，市场部还缺一个有经验的策划，如果你暂时不方便坐班，我这里有几个专案，可以先按兼职外包给你。我几乎要喜极而泣。脱离职场3年，我以为自己早已被行业抛弃，没想到还有人记得我的价值。我以学习育儿知识、参加妈妈沙龙为由，开始频繁外出。实际上，我是去和客户开会，去勘察市场，去图书馆查阅最新的行业报告。每次出门，我都精确计算好来回的时间，在摄像头下表现得从容不迫，甚至会带回一些育儿讲座的宣传单，扔在客厅的茶几上，作为我外出的证明。婆婆和陈峰对我不务正业、天天往外跑的行为感到极度不满，他们开始用最幼稚的方式刁难我，经济封锁。婆婆不再主动购买家里的日用品，甚至连悠悠的奶粉和尿不湿都故意拖延着不买，想逼我低头，开口向她要钱，我却不动声色。我用自己第一笔兼职赚来的3000块钱，悄悄补齐了悠悠所有需要的东西。我甚至还用这笔钱，为自己添置了2件质感很好的衬衫和一条半身裙。当我穿着新衣服，化着淡妆，准备出门学习时，婆婆的眼睛都看直了。你哪来的钱买新衣服？她质问我。我淡淡一笑，哦，我妈给的。我就是要让他们疑神疑鬼，让他们知道，我并非完全在他们的掌控之下。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对陈峰的任何要求都唯命是从。他晚上把臭袜子扔在沙发上，第二天早上，那双袜子依然会原封不动地躺在那里。他让我给他倒水，我指指厨房，饮水机在那儿，自己去。他开始对我发火，指责我变了。我只是平静地看着他，我只是觉得，家务是2个人的事，你作为悠悠的爸爸，也应该参与进来。陈峰感到我的变化，恼火，却又抓不到任何实质性的把柄。他无法再对我颐指气使，只能将积压的不满和怨气发泄在另一个人身上，他的母亲。我好几次在房间里听到他们在客厅争吵。妈，你能不能别老盯着林婉？她现在跟个刺猬一样。我盯着她，我还不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你看看她现在像什么样子，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出门，谁知道去干嘛了？他们之间的裂痕，正是我乐于见到的。一个周末，我特意邀请了我的父母来家里吃饭。我在他们面前展现出了一副家庭和睦的假象，对陈峰温言细语，对婆婆笑脸相迎。陈峰和李秀兰虽然心里不快，但在我父母面前也不敢表现得太过分。那顿饭为我争取到了宝贵的喘息空间。饭后，我对我妈说，妈，我最近报了个线下的课程，想提升一下自己，为以后重返职场做准备。悠悠能不能先去你们那儿住几天？我妈心疼地看着我，立刻答应了。好啊，放妈这儿，你放心。第二天，我亲自把悠悠送到了我父母家。临走前，我给陈峰发了条资讯，我把悠悠送我妈家了，让他们祖孙俩亲近几天，给你和妈一个惊喜，你们可以过几天2人世界了。他回了一个好字，想必是如释重负。我回到那个空荡荡的家，第一次没有感到失落和孤单。看着那个黑色的摄像头，我心中没有一丝留恋，
只有即将解脱的平静和对新生活的无限向往。战场已经清空，接下来就是我一个人的华丽反击。我正式向法院提交离婚诉讼的那天，天气晴朗，诉状、证据清单、财产分割申请、抚养权申请，所有档由王律师亲自递交。2天后，法院的传票像2枚精准制导的炸弹，分别投向了陈峰的公司和他母亲李秀兰的麻将桌。陈峰的电话第一时间打了过来，手机荧幕上他的名字疯狂跳动，我按了静音，任由他响。几分钟后，微信消息开始轰炸。林婉，你什么意思？你疯了吗？快把诉讼撤了，别闹了。我一条都没回。半小时后，他的语气从愤怒转为了哀求。小婉，老婆，我错了，我们回家好好说行不行？别闹了，我们好好过日子不行吗？妈年纪大了，她也是为了我们好。你这样，不是毁了这个家吗？我看着那些文字，只觉得讽刺。毁了这个家的，究竟是谁？下午，婆婆李秀兰直接杀到了我家门口，把门拍得震天响。我打开门，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冲了进来，试图抓住我的胳膊。我后退一步，冷冷地看着她表演。林婉啊，你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啊，我们陈家哪点对不起你了？我儿子辛辛苦苦在外面赚钱养家，你就在家里想着怎么算计他，怎么离婚分财产啊？你这是要毁了我儿子，毁了这个家啊！他一边哭嚎，一边眼尖地看到了我放在茶几上的手机，突然像疯了一样扑过来，想抢走我的手机。你是不是把什么东西存手机里了？快给我删了！我早有防备，一把将手机抄在手里，举得高高的。李秀兰女士，请你冷静一点。我一字一句，清晰而冰冷。第一，这个家是你们亲手毁掉的，从你们质疑我那5000块钱开始，他就已经死了。第二，我没有算计任何人，我只是在拿回本该属于我的东西。第三，请你立刻离开我家，否则我会报警说你私闯民宅并试图抢劫。别忘了，客厅里有你儿子装的摄像头，可以记录下一切。提到摄像头，李秀兰的脸色瞬间煞白，伸出的手僵在了半空中。她大概从未想过，自己用来监视我的工具，有一天会成为对付她自己的武器。她最终在我冰冷的注视下，灰溜溜地走了。开庭那天，我穿着新买的米白色西装套裙，化了精致的妆容，头发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陈峰和李秀兰坐在我对面，两人都面色憔悴，眼神躲闪。他们的律师是一个看起来经验不足的年轻人。法庭上，他们果然如王律师所料，开始倒打一耙。他们的律师声称，我作为全职太太，游手好闲，不是生产，却挥霍无度，私藏财产，甚至在我将悠悠送到我父母家那几天，污蔑我恶意转移，藏匿孩子。轮到我的律师发言时，王律师从容地站了起来，他没有急着反驳，而是先向法官和陪审团展示了第一份证据，我那本被陈峰扔在桌上的粉色封皮的手写账本。紧接着是那份长达数十页的用专业软体制作的家庭收支分析报告。法官大人，请看，这是我的当事人林婉女士在过去1年里记录的每一笔家庭开销，小到一捆葱，大到一笔物业费，全部有据可查。根据这份报告，一个3口之家，在包含一个2岁幼儿的情况下，每月的基本生活开销平均为5280元，而被告陈峰先生每月只提供5000元生活费，这笔钱甚至不足以覆盖家庭的实际基本开销。
法庭里响起一阵轻微的骚动，接着，王律师打开了投影，荧幕上出现的是陈峰的银行流水和他一笔笔转给李秀兰的转账截图。妈，零花钱3000元。妈，天冷买件衣服2000元。妈，给你打麻将1000元。王律师的声音冷静而有力，被告陈峰先生在指责我当事人挥霍无度的同时，却在婚内持续大量的将夫妻共同财产无偿赠与给他的母亲李秀兰女士，总金额高达73000元。陈峰的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李秀兰在旁听席上坐立不安，嘴里小声地嘟囔着：“儿子孝顺我，天经地义。”高潮还在后面。王律师播放了一段经过剪辑的录音，正是我放在沙发下录到的那段密谋。万一他哪天想通了要离婚，这钱可就算夫妻共同财产，要被他分走一半的。先把钱抓紧了，免得以后人财两空。录音播放完毕，整个法庭一片死寂。陈峰和李秀兰的脸色从猪肝色变成了死灰色，他们的谎言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被撕得粉碎。最后，我站了起来，平静地向法官陈述。我讲述了悠悠深夜高烧，他们如何冷漠对待；我讲述了他们如何用摄像头监视我，剥夺我的人身自由和尊严；我讲述了他们如何密谋算计我的财产，把我当成一个需要时刻提防的敌人。我的语气里没有一丝抱怨和哭诉，只有陈述事实的冷静。我说完，向法官深深鞠了一躬。法官看着对面脸色煞白的母子，拿起法锤，重重一敲。他严厉地斥责了陈峰和李秀兰的行为，并明确表示，将根据我方提供的确凿证据，依法进行判决。我看到陈峰的身体晃了一下，几乎要从椅子上滑下去。李秀兰则用手捂住了脸，肩膀不停地颤抖。我走出法院，阳光正好，我知道，天终于要亮了。离婚案的判决还没下来，风暴就已经在我们的社交圈里引爆了。我没有选择沉默，我在我的朋友圈用一种冷静到近乎残忍的口吻发布了一条长文。我没有指名道姓，只是说感谢一段失败的婚姻，让我看清了人性的虚伪与贪婪，也感谢那每月5000块的生活费，它曾是压垮我尊严的凶器，如今却成了我重获新生的号角。下面我附上了几张打了码的证据截图，那份详细到令人发指的家庭开支分析图表，以及陈峰转给李秀兰的几笔孝心转账记录。这条朋友圈像一颗深水炸弹，共同好友的评论区炸开了锅。天啊，这是说陈峰吗？一个月5000养孩子养家，2024年了，开什么国际玩笑？一边克扣老婆孩子生活费，一边给自己妈大笔转账，这是什么绝世妈宝男？我还将我的完整故事匿名发表在了一个拥有100万用户的女性论坛上。帖子的标题是全职3年，被丈夫和婆婆联手逼上法庭，只因那5000块生活费。我贴出了所有的证据链，包括录音的文字整理稿。帖子一夜之间火了，无数有相似经历的女性在下面留言，给我支持，也分享着自己的血泪史。舆论的发酵比我想象的还要快。陈峰和李秀兰的丑闻迅速在他们的亲友圈和陈峰的公司内部传开了。陈峰上班时能清楚地感觉到同事们在他背后指指点点，那些异样的夹杂着鄙夷和看戏的目光让他如坐针毡。一位和他关系不错的同事悄悄告诉他，公司高层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原本内定给他的一个晋升机会，因为他家庭关系处理不当，个人品德存在瑕疵，被取消了。婆婆李秀兰的日子更不好过，她昔日在社区里建立的儿子孝顺、
家庭和睦的慈母形象，一夜之间崩塌。以前那些围着他阿谀奉承的邻居，现在看到他都绕道走。甚至有一次，他在楼下超市排队，后面一个大妈直接当着所有人的面指责他：哎呦，这不是那个克扣儿媳妇生活费，还装摄像头监视人的恶婆婆吗？真是缺德哦！李秀兰气得当场发飙，却引来了更多的嘲笑和白眼。一次家族聚会上，陈峰的舅舅当着所有亲戚的面，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李秀兰：姐，听说你儿子一个月给你5000零花钱，比给孙女的奶粉钱还多，你这退休金可真高啊！李秀兰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气得饭都没吃完就摔门走了。但没有一个亲戚站出来为他说话。陈峰彻底慌了，事业受挫，名誉扫地，生活一团糟。他开始疯狂地给我打电话，发微信，甚至跑到我租住的公寓楼下堵我。那天晚上，我加完班回家，在楼下看到了他。他胡子拉碴，眼窝深陷，看起来憔悴又狼狈。他看到我，几步冲过来，竟然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小婉，我求求你，你把网上的帖子删了吧。他抓住我的裤脚，仰着头，眼眶通红。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是人，我是个混蛋，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改，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我冷漠地看着他，像在看一个与我无关的陌生人。他的表演，在我眼里，滑稽又可悲。陈峰，一切都太晚了。我轻轻拨开他的手，语气平静无波。信任就像一张纸，揉皱了，即使抚平，也恢复不了原样。你和你的母亲，亲手把它撕碎了。你的名誉，是你自己丢的。你的前途，是你自己毁的，与我无关。我绕过他，走进单元门，没有再回头看一眼。我用兼职的收入，在市中心一个安保很好的社区，租下了一个一室一厅的小公寓。我带着悠悠，正式搬离了那个充满压抑和谎言的家。搬家那天，我把属于我的东西打包带走，把陈峰和李秀兰的所有联系方式全部拉黑。我站在新家的阳台上，看着窗外璀璨的城市夜景，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由。我终于从那个密不透风的牢笼里挣脱出来了。而他们失去了免费保姆和出气筒，失去了那个为他们操持一切的人。生活才刚刚开始变得一团糟。法庭的最终判决在1个月后下来了，结果毫无悬念。法院判决我们离婚。关于财产分割，法官采纳了我方律师的意见，婚后共同财产，包括陈峰名下的工资卡余额、理财产品，进行了公平分割。最关键的是，陈峰在婚内私自赠与李秀兰的那73000元，被认定为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恶意转移。在分割财产时，这部分金额从陈峰应得的份额中扣除，补偿给了我。也就是说，他孝顺他妈的钱，最后还是从他自己的口袋里掏了出来。关于孩子的抚养权，战斗最为激烈。陈峰的律师以我没有固定工作，收入不稳定为由，试图争夺抚养权。但王律师当庭出示了我近3个月的兼职收入证明，以及我与前公司总监签订的长期专案合同，还有我未来清晰的职业规划。我的收入已经超过了陈峰。王律师同时向法庭呈递了悠悠生病住院时的所有缴费记录，全部由我的婚前财产支付，以及陈峰和李秀兰在电话中那些冷酷无情的录音。法官在判决书中写道，考虑到被告方在孩子患病期间所表现出的冷漠态度，以及日常生活中对原告存在的言语侮辱和精神控制行为，本庭认为由原告林婉女士抚养婚生女陈优，更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
我赢了，我赢得了悠悠的抚养权。判决下来后，陈峰和李秀兰当庭表示不服，要上诉，但他们的律师在庭后很现实地告诉他们，证据确凿，我方准备充足，上诉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只会是浪费时间和金钱，以及更多的律师费。最终，他们放弃了上诉，我获得了我应得的那部分财产份额，加上陈峰的补偿，虽然算不上一笔巨款，但足以让我在这个城市里带着孩子有一个体面的开始。陈峰需要每月支付3000元的抚养费，直到悠悠18岁。我听说李秀兰对这个结果几近崩溃，在家里大哭大闹，骂我吸血鬼，把他儿子的钱都骗走了。我带着悠悠正式搬进了我用赔偿款付了首付的小公寓。房子不大，2室1厅，但阳光充足，干净整洁。我把其中一间布置成了悠悠的公主房，墙上贴着她喜欢的卡通贴纸，地上铺着柔软的游戏垫。这里不再有冰冷的监控，不再有恶毒的指责，只有我和女儿温暖的气息。这里是属于我们2个人的真正的新家。我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白天，我把悠悠送到我父母家，然后去见客户做方案，晚上接回悠悠，陪她吃饭、玩耍、讲故事。等她睡住后，我再打开电脑，继续工作到深夜。虽然很累，但我的心是满的，是踏实的。我渴望重新回到职场，渴望在那个我曾经擅长的领域里重新证明自己的价值。看着女儿在新家里无忧无虑地笑着闹着，在阳光下追逐着光斑，我感到我之前所有的隐忍、算计和战斗都是值得的。我为她，也为我自己，争取到了一个光明的未来。这场仗我赢了，赢得的不仅是官司，更是新生。重返职场的感觉比我想象的要好。凭借过去积累的经验和人脉，以及离婚案中展现出的那股不服输的韧劲，我很快就通过了前公司的面试，正式回归市场部，职位是资深策划。薪资待遇比我辞职前涨了 30%， 远超陈峰现在的收入。入职那天，我穿着得体的职业装，走进那栋熟悉的写字楼，看着一张张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心中感慨万千。林婉，终于又做回了林婉，而不是谁的妻子，谁的儿媳。我将悠悠送进了一家口碑很好的私立幼稚园，虽然学费不菲，但我愿意为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和环境。悠悠在幼稚园里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在老师的引导下，也变得更加开朗、活泼、有礼貌。我在工作中的表现，让所有曾经怀疑我脱节3年的人都大跌眼镜。我比以前更拼，更专注，也更懂得如何抓住机会。我主导的第1个专案，就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年底，我被破格提拔为策划组组长，薪水又上了一个台阶。我真正实现了经济上的完全独立，甚至可以说是富足。我开始有时间和金钱投资自己。我办了健身卡，请了私教，每周3次雷打不动。我学习插花，练习瑜伽，周末带悠悠去听音乐会，去美术馆。我的衣柜里不再是那些方便带孩子的旧 T 恤和运动裤，而是换上了一件件剪裁合体、质感优良的裙子和外套。我整个人从内到外都散发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和光芒。陈峰偶尔会借口探望孩子，来我的新家。他每次看到我的变化，眼神中都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震惊，有悔恨，有不甘，还有一丝他自己都未察觉的嫉妒。他开始试图挽回，他会带一些昂贵的礼物，
给我，给悠悠。他会笨拙地夸我，小婉，你现在越来越漂亮了。他甚至会提出，要不我们重婚吧。为了孩子，我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需要按时支付抚养费的陌生人。他送的礼物，我原封不动地退回；他的夸赞，我左耳进右耳出。至于重婚，我只回了他4个字：痴心妄想。婆婆李秀兰也曾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她的语气不再是当初的嚣张跋扈，而是带着一丝近乎恳求的意味。小婉啊，你看在悠悠的面子上，帮帮你陈峰吧。他现在工作也不顺，一个人过得挺难的。我直接打断他，李女士，他的生活与我无关，我不是慈善机构，莫义务去帮助一个曾经伤害过我的人。如果你再因为这种事骚扰我，我会让我的律师联系你。说完，我便挂了电话，再次拉黑。我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我的事业和陪伴女儿的成长中。我享受着这种单身妈妈的自由和充实，再也不用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而烦恼，再也不用忍受任何无理的指责和猜忌。我的父母为我的成长和独立感到无比的骄傲和欣慰，他们是我最坚实的后盾。在工作中，我遇到了一个欣赏我、尊重我的合作伙伴，他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副总，比我大5岁，儒雅稳重。他会在工作上给我专业的建议，也会在我加班晚了之后，体贴地问我是否安全到家。他知道我的过去，却从未探问，只是用行动表达着他的关心和尊重。但我始终保持着礼貌的距离，享受着这份纯粹的、建立在相互欣赏基础上的友情。我偶尔会想起那5000块钱，它曾经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但现在回想起来，我甚至有些感谢他。是他，让我看清了一段关系的本质，也让我找到了真正的自己。我的价值从来都不应该由那5000块钱来衡量。我的价值由我的能力、我的智慧、我的独立来定义。失去了我这个免费劳动力和情绪垃圾桶，陈峰和李秀兰的生活，如我所料，陷入了一片混乱。陈峰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现在家里没人打扫，脏衣服堆积如山，没人做饭，他只能顿顿外卖。工作上，因为离婚案的负面影响和持续低落的情绪，他频频出错，最终在一个重要的专案上捅了娄子，被公司从核心部门调离，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边缘人。婆婆李秀兰的日子更不好过，她本以为赶走了我，就能完全掌控儿子和这个家，没想到家务活全部落到了她自己头上。买菜、做饭、洗衣、打扫，这些她曾经动动嘴皮子就能让我完成的事情，现在都需要她亲力亲为。她那把老骨头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折腾？没过多久就累得腰酸背痛，身体每况愈下，嘴里的抱怨也越来越多。陈峰的收入锐减，连每月3000块的抚养费都开始变得支付困难。第1个月拖了10天，第2个月直接没给。我没有跟他废话，直接让王律师发了律师函。第3个月，我申请了强制执行。法院的执行通知书寄到他公司时，他最后一点脸面也丢尽了。李秀兰因为之前对我撒谎、诬陷、背后搞小动作的恶劣行径，在亲戚朋友中的口碑已经跌到谷底。她生病住院，想找个亲戚来帮忙照顾，打了一圈电话，不是说忙，就是说没空，没有一个人愿意搭理她。她这才明白，什么叫众叛亲离。曾经那个被她视为统一战线的母子联盟，也开始分崩离析。陈峰下班回家，面对的是冷锅冷灶和母亲的抱怨。李秀兰躺在床上，面对的是儿子不耐烦的脸色和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的指责。
他们开始频繁的争吵，互相指责对方才是导致他们如今悲惨境地的罪魁祸首。都怪你，要不是你天天在我耳边念叨，我会跟林婉闹到这一步吗？怪我，要不是你没本事，管不住自己老婆，会被一个女人耍得团团转。我真是白养了你这个儿子。有一次，我带着悠悠在市中心的商场逛街，悠悠穿着漂亮的公主裙，我拎着几个购物袋。我们刚从一家高级餐厅吃完午餐出来，在商场的扶梯上，我们迎面遇上了陈峰和李秀兰。他们两个人穿着陈旧的外套，面容憔悴，眼神黯淡，正要去楼下的平价美食广场。我光鲜亮丽，神采飞扬，他们灰头土脸，满身疲惫。这戏剧性的一幕形成了无比强烈的对比。陈峰的目光死死地盯在我身上，那眼神里翻涌着我从未见过的复杂情绪，有滔天的悔恨，有刺骨的嫉妒，有强烈的不甘，还有一丝难以启齿的想要抓住救命稻草般的求助。李秀兰也看到了我，她张了张嘴，似乎想上前来搭话，或者说些什么软话，但她对上了我冰冷而疏离的眼神，那眼神里没有恨，也没有同情，只有一片虚无的、彻底的漠然。她被我的眼神制止了，我没有停留，没有打招呼，只是轻轻揽过女儿的肩膀，头也不回的与他们擦肩而过。悠悠好奇地问我，妈妈，刚才那两个人是谁呀？我微笑着对女儿说，是两个不认识的叔叔阿姨。后来，我从共同好友那里断断续续地听到他们的消息。陈峰因为工作表现持续不佳，最终被公司优化辞退，成了失业大军的一员。李秀兰因为高血压和心脏病，需要长期服药，生活陷入了困境。我听到这些消息时，内心毫无波澜，我没有幸灾乐祸，也没有丝毫同情，我只是觉得，这一切都是他们咎由自取。他们曾亲手摧毁了一个家庭，摧毁了一个女人对婚姻所有的美好想象。如今，他们也终于尝到了自己种下的苦果。因果回圈，报应不爽。几年后，我的事业蒸蒸日上，凭借出色的业绩和领导能力，我被提拔为公司的市场总监，成了公司最年轻的高管之一。我在这个城市最好的地段，全款买下了一套属于我自己的江景大平层，把父母也接了过来一起住。我的生活富足、自由且充满掌控感。悠悠在我的悉心培养下，出落得亭亭玉立。她健康、快乐、聪明、懂事，会弹钢琴，会画画，是学校里品学兼优的小明星，是我此生最大的骄傲和精神支柱。我不再排斥爱情，那位儒雅稳重的合作伙伴，在我离婚后的第2年，向我正式表白。他用他的真诚、尊重和持之以恒的关爱，慢慢融化了我内心的坚冰。我们在相互尊重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段稳定而美好的感情。他爱我，也爱悠悠，视他如己出。陈峰和李秀兰已经彻底淡出了我的生活，他们的消息偶尔会像风中的尘埃一样，从某个远房亲戚的口中飘到我耳边。听说陈峰后来找了份销售的工作，收入不稳，居无定所。听说李秀兰中风后，半身不遂，陈峰无力照顾，只能把她送去了收费低廉的养老院。但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他们就像我人生电影里两个早就杀青的无足轻重的配角，连一个模糊的背影都不再拥有。我偶尔还是会想起那5000块钱，它曾经是击垮我尊严的凶器，是刺向我心脏的利刃，但现在它更像是一块试金石，试出了婚姻的真伪，也像一个催化剂，催化了我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我学会了如何爱自己，也学会了如何用法律和智慧去捍卫自己的权益和尊严。我不再是那个在婚姻里隐忍退让、失去自我的全职妈妈。我带着悠悠去了很多地方旅行，我们看过巴黎的铁塔，走过罗马的古迹，在普罗旺斯的薰衣草田里奔跑。我希望我的女儿从小就拥有开阔的眼界和独立的人格，让她懂得一个女人的价值在于她自己，而不在于任何人。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受邀参加一个女性独立主题的分享会。我作为特邀嘉宾，站在聚光灯下，面对着台下上千双渴望的眼睛，讲述了我的故事，从5000块钱的信任危机，到绝地反击的自我救赎。我没有渲染悲情，也没有夸大爽感，我只是平静地分享我的心路历程和那些让我成长的感悟。我们的人生不应该被任何人定义，更不应该被任何一段关系所捆绑。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但你同样可以选择转身，走向光明。我站在台上，自信、从容，眼底闪烁着智慧和力量的光芒。我知道，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那些曾经的伤痛没有击垮我，反而都化作了我身上最坚硬的盔甲，让我变得无所畏惧，更加强大。我终于活成了我自己最想要的模样。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3份。下一期一页故事，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页惊喜，可能是关于梦想，关于陪伴，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记得准时来赴约，咱们下期不见不散。